三星 S23 Ultra、vivo X90 Pro Plus 这两台手机呢，都跟其他家的旗舰手机进行对比了，而且它们的表现都非常不错，可以说代表了如今手机影像的最高水平。哦，对了，小米又发布了一个新的旗舰手机是吧？听说也挺厉害的，到时候呢，我也会让它跟其他手机进行对比。只不过呢，我们这儿的节目呢会比别人慢几天，因为我们总得买到手机之后才能上节目。那么支持我们独立发展的呢有2方面，一个就是您的点赞加关注啊，这样对我们的帮助是最大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会接一些中立的广告。哦，对了，这期没有广告啊，就是说一下。那么回到这两台手机对比上来，那它们跟其他手机对比都挺厉害的，可是它们俩呢，由于排期的原因一直没对比上。该来的对比总得来呀，躲是躲不掉的。那今天呢，就来看看它们之间的表现。那正式对比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主要是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但是注意啊，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，不光它俩能拍，主要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剩下的环节就都是测试环节了，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，我们的测试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下面就来看看它们的表现吧。那这两台手机的后摄配置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吧？那这里就提醒一下啊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拍摄界面也简单说一下吧。S23 Ultra 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对应的就是它4颗光学镜头。X90 Pro Plus 最上面也有一个10倍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它是3.5倍的数码变焦，它是没有10倍光学镜头的。那好吧，下面咱们就开始正式对比两台手机了。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。从参数上看呢，三星这边的原生像素更高，是2亿像素。vivo 那边的感光器尺寸更大啊，是1英寸的底。从实拍上看 ，vivo 那边的颜色更浓郁一些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三星的更优秀。虽然说三星的底更小，边角画质更好把控，但是它在同级别里呢，边角画质已经算很好的了。而 vivo 在同级别里呢，算是一般的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颜色方面 ，vivo 还是那么的浓郁啊。那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光学上说两边差不多，但是三星的锐化更重。另一边的边角画质，虽然说 vivo 的公差呀有点大啊，这边的边角画质比另一边的强，但依然还是没有三星的好。OK， 到高清模式对比了。这 vivo 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啊，已经干掉了很多手机的高清模式了，都是5000万像素啊，就是它厉害。那这回跟三星的2亿像素比，这回解析力就败下阵来了。而且注意看啊，有些花纹的地方 vivo 已经猜错了。在计算摄影的时代，当解析力不够的时候，那就靠多张合成，就靠算，就靠猜了。那算跟猜，文字应该比较好猜吧？那比如说这张图最远处的这个小标识，这解析力一旦不够啊，它怎么猜它也不行啊。哦，对了，这 S23 Ultra 高清模式里还有一个5000万像素，但是我劝大家，既然你已经操作了，已经要拍高清了，那就直接拍2亿像素吧。那这5000万像素跟 vivo 的比呢，这就说半斤八两吧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看呢，这回怎么看都是 vivo 强，原生像素它更高，感光器也是它更大。从实拍上看，两台超广角的视角非常接近，颜色呢不看天空还是 vivo 的更艳丽，但是注意看树干啊，它俩可有一个是偏色的。解析力方面啊，仔细看图，三星的更强，虽然说它锐化更重。这个图里啊有一个二维码，我给挡上了，因为没法展示。就这个二维码，三星比 vivo 拍的强很多。那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依旧是三星的表现更好。再看一组对比，颜色两边都挺漂亮的，是吧 ？vivo 还是稍微艳一些啊，除了天空以外，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都不错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依旧是三星把控的更优秀。
vivo 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么在高清模式的加持下，解析力是要强于三星的超广角的。微距拍摄这块，两台手机放大比最高的镜头都是超广角镜头。从实拍样片上看呢，看起来差不多是吧？三星呢是用超广角直接拍摄的 ，vivo 呢还需要数码裁切、数码放大一下才有同样的放大比。那么在细节呈现上呢，还是三星的更清晰一些。还有就是在对焦的时候，三星拍摄微距的对焦也是更稳定的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三星有一颗3倍的中焦镜头啊，其实都可以勉强算长焦了。那 vivo 呢有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，参数都列这儿了，我就不一一念了啊。长焦镜头这块，三星是一颗10倍的长焦镜头 ，vivo 是一颗3.5倍的长焦镜头。再提醒一遍啊，它们都是定焦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对比样片，咱们还是先从2倍开始看。2倍三星是主摄的数码变焦 ，vivo 是光学镜头。解析力方面 ，vivo 占优，而且三星这个主摄的2倍数码变焦，在如今的手机里算是做得很不好的了。而且 vivo 的2倍呢，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的优势啊，对比三星就更大了。再看3倍的表现，3倍呢，三星就是光学镜头了 ，vivo 是2倍的数码变焦。注意啊，是数码变焦，不是融合算法。但是在解析力上呢，光学镜头的三星啊也不占优势。现在都是光学焦段了啊，三星是3倍 ，vivo 是3.5倍。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可以说他们在各自的焦段上做的都挺好的。vivo 的3.5倍还有64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么跟三星的3倍比呢，这回解析力的差距可就比较大了。10倍焦段，三星又是光学镜头了 ，vivo 只能靠3.5倍的数码变焦。那么解析力方面呢，三星这边的优势挺明显的。注意看 vivo 现在的解析力啊，就是前面3.5倍64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解析力。其实 vivo 这颗3.5倍的高像素镜头，在以往的对比中啊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就算解析力不足的时候，它靠猜，它靠算，它也得把细节给补上。但是到了真正极限的环境啊，这个解析力不够啊，它就是不够。前摄自拍一直是 vivo 的强项，但是这次它的肤色有点黄了。三星那边的颜色还是准的，因为我经常外出拍摄嘛，晒得有点红，而且 vivo 的磨皮有点重啊，看着像12、13岁。三星那边呢，看着就是我正常年龄17岁的样子。前摄录像这块两边的效果都很好，防抖呢三星更好一些啊，但是 vivo 那边呢也很不错了。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，没有改其他的参数。从实拍效果上看呢，我肯定喜欢 vivo 的效果，三星那边有点狰狞啊。虽然说拍摄体验上就是快门的跟手感呀，还有反应速度啊，三星稍强，但是从实拍效果上看还是 vivo 的好。指出扩张度的表现，先看第一个场景，那三星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的暗部都能按得下去，而且暗部还有细节，亮部呢两边做的都不错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但是啊，接着往后看，像这种难度不是很高的场景，三星无论是暗部的表现还是亮部的表现都很优秀。那甚至有些场景呢，它的亮部的表现明显要强于 vivo， 场景的难度开始加大了。那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，三星还是非常优秀的，亮部细节比 vivo 强，暗部呢还能按得下去，而且还有细节。但是到了超广角，三星的暗部就出现问题了，它的细节呈现就不多了。随着难度的加大，三星这边暗部细节呈现明显出现了问题啊。你像这个场景，你可以说 vivo 拍的不好看，但是 vivo 可以把细节都呈现出来。那评价器材的好坏呢，拍得到还是更重要的。最后一个场景也是如此，你可以说 vivo 那边拍的不好看，但是对于器材来说，拍得到永远大于拍得好看。夜景拍摄 ，vivo 终于可以关闭讨厌的自动夜景了，无论多暗，你都可以提前知道快门时间，再也没有自动夜景跳出来给你捣乱了。那第一个场景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成像水平都不错。第二个场景，主摄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都是三星的好，超广角亮部细节 vivo 的好。这两台手机的2倍跟3倍我也拍了夜景照片了，但是他们到了极暗环境呢，中长焦都不工作了，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所以这样呢，大家就看一下就行了，后边我也就不提中长焦的夜景表现了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 vivo 的更好，因为它的细节更多。但是三星那边亮部也有细节啊，而且看起来更亮啊，这点挺好。超广角的表现亮部也是如此，暗部细节三星的更好。这个场景高光部分的灯牌是不是一直在闪呢？下回我确认一下啊。反正现在看亮部细节是 vivo 的好，超广角也是如此。这个场景还是非常极限的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表现都不错，尤其是三星，相比于之前几代产品呢进步明显，但是还是 vivo 的稍微强一点哈。这个新的测试场景暗部细节居然是三星的好，而且放大看的话，发现三星强很多。但是到了下一个场景，就是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这个暗部细节呈现就是 vivo 的好了啊，这回不用放大就能看出来是 vivo 的好。好，祖传神速场景要打开夜景模式开始测试了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他们的水平都很高。健身器场所两台主摄的表现都是十分惊艳的啊，虽然说三星的底小，但是这种夜景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放大看呢，如果较真儿的说的话，还是 vivo 的好。
超广角的表现，细节呈现谁也甭说谁，颜色嘛，谁都知道是哪边偏，是吧？树林小路的场景，两台主摄的表现也是相当惊人的。但如果还是较真的说的话，那还是 vivo 稍微强一点。那超广角跟前一组一样啊 ，vivo 偏色。祖传神助 Pro 那非常的暗 ，vivo 还是有些偏色，但是细节呈现上还是强于三星的。那不过三星主摄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啊，这么点的底，对吧？三星的夜景模式是可以调强度的，现在已经把强度开到了最大。夜景曝光时间长达9秒啊，防抖不错啊，没有虚，细节呈现呢也强了一些，但是跟 vivo 比呢还是不行。超广角的表现就看看就得了，这么暗的地方别用超广角拍了。没有开灯的女流氓小巷已经变成了最暗的场景，两台手机主摄的表现都不行了，但还是 vivo 的强点哈。视频录制依旧用的是手机录像的默认设置，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也是这个效果。现在是主摄手持走路的防抖表现，三星那边呢有点暗，看着像阴天，而 vivo 那边可真是太亮堂了，防抖跟清晰度两边都不错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是非常优秀的。现在是2倍端录像的表现，清晰度两边都不错，色彩也很接近，防抖呢 vivo 更强。现在三星是用3倍录像 ，vivo 是用3.5倍录像啊，都是光学镜头。防抖这回是三星的更好了，而且颜色三星柔和 ，vivo 那边锐化有点重啊。10倍端录像的表现差距是非常大的，三星的色彩依旧是很柔和，清晰度很高，防抖很优秀。vivo 那边就只能靠3.5倍的数码变焦了，那哪方面呢都不如三星了。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，无论是防抖还是清晰度啊，都跟白天比呢稍微有些下降，但是水平依旧是非常高。细节呈现呢还是 vivo 稍强一点。超广角的表现虽然三星的颜色好看一些，但是防抖啊还有细节呈现都是 vivo 那边更好。工业设计还有硬件这块呢，由于这两台手机上市的时间都已经挺长的了，那我就问问大家吧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工业设计呢？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呢？那下面呢，咱们就直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上的对比。总结呢会比较简单，有疑问的地方呢，请返回去看各个对比环节。白天主摄的表现 S23 Ultra 的更好，超广角各有优势，中焦 X90 Pro Plus 的更好，长焦 S23 Ultra 的更好，前摄 S23 Ultra 的更好，人像 X90 Pro Plus 的更好，微距 S23 Ultra 更好，宽容度和夜景 X90 Pro Plus 的更好，录像呢它俩各有优势。OK， 到结尾了。那看完上面内容呢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